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去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姐，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我说咱们第4检察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今天一定要把赵继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哦。各位都先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4检察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感谢啊，感谢郭检和岳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第4检察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1年，我们第4检察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4检察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723专案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们把其他的案子都要圆满的查清楚，克服困难。啊，还有一位同志啊，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李佳。哎，雨佳，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啦。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让你们喘喘气儿。太好了！哎，这李佳同志说的非常好。现在这个723专案正在关键期，啊，安妮、韩轩，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是。刘主任，正好。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4检察部第1个案子，也希望你能来个开门红。郭检，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宝妈？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家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哈，李佳，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好。来，进来。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儿，赚点钱贴补家用。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
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不到1年就赚了1500万。数额不小啊！首犯呢，都够判10年以上了。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基本上都是宝妈，有的是2孩的妈妈。哦，宝妈骗宝妈。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哺乳期只有1年啊，还有2、3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具体怎么体现呢？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好，辛苦了。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情严重，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我根本没有犯罪，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儿来的？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也是合情合理嘛。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大多数宝妈她胜任不了，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愿打愿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嘛？那我问你，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他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收购标准是什么？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法定从轻情节。那就上法庭嘛。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
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厂，伪造的哦，是你丈夫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的交代一下？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今天聊到这儿吧。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姐，找我什么事啊？哦，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行。哎，姐，这佳姐都出去审讯1天了，还没回来，这太拼了吧？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1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精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你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哎呀，不是1个小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点45分，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点35分，小宝宝就出生了。这生死时速啊，这个。她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所以孩子就早产了。哎呀，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哪也心里不疼的呢。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得帮帮她。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行了，快去忙吧。行。你女儿有人照顾吗？送到我表姐家去了。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他听见案件的议论。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您快别喊着我了，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他走上了这条路的。我挺对不起小娟的。他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啊？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文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不，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同谋，不，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都是受我指使的。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检察官同志啊，我求求你，我愿意承认罪行，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跟2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你就全盘实说。我交代，我交代。
我第一个骗的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提300块钱。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哎呦，这不跟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这怎么能是传销呢？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行，我再考虑考虑。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呀？这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咱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1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哎，云姐，万云上钩以后，我就劝他去发展代理。他有个宝妈群，很快就发展了10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单干。你回来了，老公。啊。哎呦。哎，我给你看个开心的。什么呀？你看，850，刚到账的。我看。哎，我看。看仔细啊，看仔细啊，后边还有呢。这也太容易了，那奶粉、尿不湿钱不全都有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宝妈交了服务费，钱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所有人的贪心都被挑动起来了。我老公也不再阻止我，他还帮着我用他的手机做假账号。所有人都沉浸在赚快钱的喜悦中。到了吗？快弄，快弄，快弄！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真的吗？我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我请你，我认罪，我把钱全额退给被害人。好，谢谢你，检察官。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啊！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具结书。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他们不但摸准了被骗者的心理，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哎，林律师您好，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哦，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诸位，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莫文，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投资意愿的话，不会拖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喂，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甚至包括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拿出2%作为你们个人的业务提成。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最好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明白。不过我要声明一点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不拿。我提议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哎呀，董事长，你慧眼识珠。肖总，大格局人品、能力都是1等1的。是小莫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我们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大家好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源大蒜。老师，这个大蒜和其他大蒜有什么区别吗？问得好咱们这个德源大蒜产自于成都市天府水源地它不仅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而且它香辣可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蒜素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大蒜。那大蒜虽然好，可是我们吃的不多呀。有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在餐桌上都能吃到的蔬菜呢？那我再来讲讲其他几种吧。就比如说同属于我们天府水源地的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云桥圆根萝卜。那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有人会问，这个萝卜为什么这么好吃？大家知道怎么说吗？那老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吧。我们云桥圆根萝卜呢，产自于成都平原腹地三河加流区域，地貌属于漫滩1级阶地土壤以土质含沙量较高的油沙田为主 ，pH 值在6.2到6.6之间，有机质含量非常之高。还有一种我们常吃到的蔬菜就是我们的韭黄。
在2009年7月10号呢，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糖原韭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大家看到啊，我们这个糖原韭黄啊，色泽如玉，肉质脆嫩，水分多，纤维少，香气浓，它的营养价值呢非常之高，特别富含硒、磷等营养成分，这个是其他韭黄没有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哎呀，我刚结束。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说实话，有点紧张。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们都摩肩擦踵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使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代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行吧，行吧，行吧，那你先忙吧。喂，小北。嗯，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那天见得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谢谢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啊，你？啊，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那你到底在哪儿啊？哎，这样吧。我现在跟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好。小北，好久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助农带货。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箱过去。你给安检察官啊、何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啊，哦，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梁颖啊，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你也可以啊。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的，对吧？嗯。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长期供货的事儿。哦，来了，小北，那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永刚，哎，肖总，你真的把毒给戒了？真的戒了。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好样的，肖总，多亏有你。哎，肖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说。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不是啊，肖总，小娇不是刚生完孩子吗？她身乳还虚着呢，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她。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她说几句好话。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她说。哎，老婆，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呀？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一直放在肖总那儿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你真的得好好谢谢肖总。另外呢，我在卡里面存了一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怎么用，随你们。那可不行！行了，别矫情啊！祝你们幸福，好好过日子。谢谢肖总。永刚，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把这些还给肖总，咱们可不能这样拿人家钱。先放这儿，我以后一定努力再还给肖总。我欠肖总的实在太多了，欠你的更多。不好意思啊，处理有点事情。听说你想找我代理。您好，吴律师，李一堂。汇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我很明确的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我是来帮您的。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你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
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如果说你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免谈。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钱天心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本想借着钱天心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不配合，落了个哑巴吃黄连。你想的太多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劝你不要妄加的猜测，强作解人。是吗？这可是我调查到的结果。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这笔钱烫手啊！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既做不成轻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了。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你到底是什么目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钱天心。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哦，什么忙？你说。老 A，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钱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生命去威胁另一个深爱他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是 F 国的她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代理协议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何乐而不为呢？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穆恩，情况怎么样？董事长，目前呢有2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对我们公司的估值至少打了30%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个百分点。那另外一家呢？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的合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到5个百分点，具体的还得谈。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
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2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哎，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罗老师说的对，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找几家，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老卢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具体啊，其实就2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2选1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罗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答应他。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